那我们遇到了两位好朋友。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, Ohio。非常开心的一天。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6月30号，星期五，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，也是今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，是不是？有意义的一天啊！但是说来惭愧，上半年，生活的变化还有2场比赛，导致应该上半年的跑量不够多，要再努力一些。今天还是慢跑、轻松跑。有小伙伴问说，轻松跑、慢跑是怎么把速度压稳的？我一开始也压不稳。我其实真正认真开始这个配速可以压速度慢跑，就是从5月1号开始的。大家可以往前翻一翻那时候的视频，就肯定是一开始步行，从步行到行，或者是说从步行到有进步。你要什么上来就没有问题，上来就行，那不太正常了，对吧？所以大家试一件事，试1、2次，不行再多试几次。今天直接来大本城了，好久没直接来，看看小伙伴们在不在，赛道上遇见打个招呼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强度课，好吗？一会儿换个视角咱们聊。哦，对了，老说的那个体育用品商店，那天我去了，还行啊，东西挺多的。但是其实商店这种东西就是，东西再多，其实你能用的或者你需要的，也无非就是那固定的那几样。波士顿马拉松的能量胶赞助商，看一下现在应该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贵的能量胶了。在这边更贵，这边大概是有咖啡因的要1000日元一袋，那就是50块钱了。行，那一会儿再聊啊，加油呗！又来到大阪城里边这条路了，现在在这儿折返吧。基本上同样的时间段，老是这些熟悉的面孔。有小伙伴说，强度训练1周安排1次会不会太少？我觉得不少，但是其实我1周是1次多，因为我是4天一个周期，4天休息1天，也就是说是5天1次，那就是2周3次，对吧？但是我觉得1周1次足够了，前提是您得强度到位。像有经验的跑者也不用多听我的了，不过可以说出来，大家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。就是有经验的跑者或者跑龄比较长，你要像我现在强度再到位，到第2天也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，所以也不能拿第2天的身体感觉来做评价。这就是练多了的经验，体感就不一样了。然后初跑者或者刚跑3、5年的小伙伴们，1周1次绝对没问题。而且您如果这1周打算做强度课，那我的建议是，不要把强度课放在开始训练的第1天。那天我是因为时间赶到那儿了，一般放在第2天或者第3天比较合适。然后前2天呢，就轻松跑，或者尽可能的压一压速度跑。但是我说的轻松跑还是要保证距离啊。人们老说以慢促快，以慢促快不是说你跑5公里跑慢的，然后就能跑5公里跑快的了，是你跑20公里跑慢的，然后你就能跑5公里快的了。你们看我平常很少跑5、6公里的
快的速度，但是那天的训练课能跑那个速度，就是因为之前跑了太多的21公里慢的了。前面是那个小伙，打个招呼，哦嗨哟！哎，小伙伴们，中间已经停了好几次了，这我也不停表，跟大家一起往家跑，我都很近。老哥说今天起晚了，我们现在要过这个红绿灯，然后应该还要等红绿灯。それでもずっと定期行ってそこがリハビリあるから。这是一片空场，这个叫南坡公祭，这可能原来是一个宫殿，然后就没有了。哦，现在是一片空地啊，可能是个我不太知道啊，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说一下。看前面又是一个下坡和一个上坡。这边确实是好多上下坡啊。じゃあ私は家が左なので。じゃあまたね。哦哦I gotta have a nice day. See you next time. See you next See you time. next time. 啊，住得很近啊。你这就也就回家上班去了吗？哦，对对对。我也是。我住的地方就在咱们第一次分开那个很近的地方。哦。您能够把大家介绍给我，真的是挺感谢的。我在很努力的学习语言中，是有些发音很困难的，对我来说。就是有的能听，有的词能够大概听明白，但是说不出来。您是明天去比赛对吧？明天去帕克兰，后天去比赛。后天去比赛啊，竞赛竞日的3000米跟1500米。厉害厉害！哎，今天还是体验挺不一样的，遇见朋友，而且中途我没有拍，还遇见一位从台湾来这儿旅行的小伙伴，就来玩儿。他在我们3个后边听见我们讲中文，问了一句。现在好多来外出旅行的人都会选择保持跑步。老哥玩铁三的，52岁了，马拉松3小时19。穿一双夹脚拖就能跑步那个，就你们口中的白菜老哥送我的那种，回头我也试试。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，是不是训练的时候很热？要稍微绕一圈，凑一个距离，然后再回去。接着跟大家把速度课、强度课聊完，以短促长是说，像那天我跑。几乎是很极限的配速的，就马拉松比马拉松比赛配速快几秒的配速的6公里，或者是我跑30个1分钟快慢，这种叫做以短促长，而不是说我轻松跑一个3公里，我就能促进我的30公里，这个是不现实的。对于大多数跑者。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业余跑者，1周1次的强度课足够了，前提是强度够。之后就是强度课跑到什么强度算够？就是强度课一般都是以变速跑、间歇跑，或者是像那天那种一定中短距离的阈值跑，这种来衡量的。如果是前者，就是变速或者间歇。那基本上每一组之后，你要有那种精疲力尽的感觉，靠组间的休息恢复到一定程度，比方恢复了到之前的70%，然后开始下一组。如果是像我那天那种，那就是竭尽全力，而且最好是越来越快，
变速或者间歇也是，最好是一组要比一组快，或者一组要比一组你觉得你更顶。如果你到中途不行了，那我的建议是，我也看有的小伙伴在评论区说昨天的课表没有完成，很遗憾。你不用遗憾，如果你到中间觉得真的顶不住了，就停，就不用再说不行了还要再硬撑。你最后几组没有质量，就是强度课是要保证质量，平常的轻松跑是要保证数量，质量和数量一结合，才能有一个不错的状态和成绩。这边就相对工业化一点，其实这儿离新斋桥只有几百米，但是就是生活中的日本，不是游客的日本。就游客也不会来这种地儿，带大家看看街景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看这种小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能叫神社，就是你在这儿恭敬的把门打开就可以拜，有的那种。从哪儿出去？像这种小商店，也都是卖，不是个人用品，就是工作用品。加油站，他们这加油站大多数都是这样，这个油枪，你看在上边吊着的弄下来，这样它底下不占空间。从这条路往那边，现在应该都能看见2、3个路口，就是新斋桥的那个主路口。看这种小的咖啡店，这家花花绿绿的是个法国餐厅，但是没去过。这儿这个公交车站特别厉害，这儿这公交车站，我说怎么从来没见过公共汽车呢？那天一看时刻表，它可能是一个很不繁忙的航线。你看这个时刻表，基本上就是每个小时就2趟车或者1趟车。这个楼里还有一个 YouTube 的频道，然后这3层还有一个侦探事务所。然后这家的烤肉吃过一次，还行。行，结束今天训练，换个视角聊啊。6月30号，上半年的最后一天，训练结束啊。今天碰见了好几位小伙伴聊了聊，然后停下来了好几次聊天拍照，特别有意思。还有一位跑友，他们这一起的认识的，说今天恢复训练了，说休息了3周，新冠说是可能相对比较严重，比较难受吧，但是状态还不错。我掐这边这个桥，跟大家说一次，叫末吉桥，末吉就是那个最末的吉，就抽大家去求签儿，然后去清水寺求签儿那种，特别有意思这个桥。行，今天跑了14.7公里，170瓦的平均功率，547的平均配速，130心率，步频185。那中间基本上我就没停表，因为停表挺麻烦的。我说就顺其自然。其实一开始我跑步的时候特较真儿，比方看前面日红灯了，那时候还用手机呢，搁腰包里，早早的就掏出来准备好，我一定要停的时候那一下停。启动也一样，特别认真。所以我特别理解有的小伙伴评论区问的问题啊，或者说事儿的这个心态，这都是这么过来的。跑多了就真就无所谓了，好像世界上什么事儿都是这样，也挺奇妙的。行，今天跟大家闲聊了一下强度课，就这么几点，大家就注意，其实特别简单，就是你跑强度课的时候全力以赴，轻松跑的时候呢，全力以赴的轻松就行了，真的是这样。你看又跑过来3个人，这边跑步的人还是挺多的，行吧？那就这么着。哇，我居然看见了这辆公共汽车。行吧，那还是这么着，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一切都好。咱们加油干，加油干！明儿见，明天回评论啊，明儿见。